根据缅北克钦邦最新战况，克钦联军正在对克钦邦南部重镇巴莫进行围攻，并且已经占领了巴莫周边绝大部分领地。缅军只能固守巴莫城区、曼西601营和莫茂437营3个据点，而巴莫一旦被打通，克钦军就能和三兄弟联盟的实控区连成一片，同时也能从中缅边境的拉赞总部将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什阶省边境地带，直接威胁缅甸第2大城曼德勒。而就在克钦军对巴莫发起围攻的同时，克钦联军还在5月9日左右奇袭了克钦邦首府密支那附近的湾莫，一度占领了密支那连接湾莫的伊洛瓦底江大桥。而当缅军出动多辆装甲车增援时，才发现克钦军只是虚晃一枪，已经全身而退。然而1个星期后，巴莫方向的战况已成定局。没想到克钦军再度卷土重来，对密支那以南湾莫一线的10几个缅军基地发起进攻，同时对密支那以西的空军基地发起突袭。而在更早之前的5月初，克钦军已经攻占了密支那以北连接葡萄县的重镇孙布拉棒。正如本频道之前所推测的，克钦军是要截断密支那与外界3大通道之后，对克钦首府密支那发起围攻。只是没想到推进速度如此之快，自克钦联军发起03、07行动2个多月以来，克钦军已经攻克了缅军近50个据点。目前克钦各旅基本都已经穿插到位，缅军在克钦邦的50多个营兵力已经被分割在密支那、巴莫、莫港、莫宁、帕敢、德乃等主要城镇周边，并且互相不能支援。从地图上看，克钦邦实控地区已经和缅军旗鼓相当，只要克钦军再发起一轮新的攻势，基本就能掌控克钦邦全境。而从缅甸全国战场来看，自包括果敢同盟军在内的三兄弟联盟发动1027行动半年以来，缅军大概已经损失了兵力近180个营，相当于缅军和边防警察总兵力的1/4。而且目前在若开、克钦、克耶等邦还有近120个营被围困。按这个节奏，未来2、3个月内，缅军很可能会再损失100个营的兵力。到7月末，缅军9个月时间就会被消灭近250个营，6万人的兵力，相当于缅军总兵力的近1半，而且还是缅军机动部队主力。此消彼长之下，即使按照缅军目前3个月征兵15000的速度，也没法弥补战场的损失。另外，革命联军还缴获了数万件缅军各类轻重武器，也就是说，到下半年，若开军和克钦军就会完成对若开邦和克钦邦的全面占领，加上缅甸其他邦此起彼伏的革命态势，届时缅军恐怕除了3大城市所在的内比都、仰光和曼德勒之外，就没有一个稳固的大后方来维持其统治了。当然也要考虑到，缅甸6月到10月将进入潮湿闷热的雨季，会对缅甸革命形势有所延缓。三兄弟联盟与缅军的谈判也在同步进行中。另外，克钦邦还传出一个突发消息，克钦独立军副总参谋长、克钦03、07行动前敌总指挥宽伦中将因病去世，克钦军按传统仪式进行了悼念，三兄弟方面也联合发文进行哀悼。随后，克钦独立军表示，总指挥宽伦中将的去世不会影响现在的进攻，仍将按既定计划继续推进。克钦独立军的最高领导层是5人小组，总司令是甘双，他也将暂时接替指挥前线。当然，战争之中最惨的还是缅甸百姓。据报道，缅军和支持昂山素季的人民保卫军在什阶省杀红了眼，先后对支持革命和支持缅军的村民进行屠杀，连妇女儿童都没有放过。缅军还报复性的烧毁了当地村庄，多人被活活烧死。另外，大量的缅甸年轻人外逃，对此缅军政府实施了一项新规定，要求公民在申请护照或出境打工时必须拥有唯一标识号码，也就是办电子身份证。即便每天的办理名额有限，和中国云南交界的木姐出境口岸，大雨中还是排起了长队。缅甸局势将如何演变？本频道将持续关注，欢迎订阅简易指南，下期再会。